大家好，这里是 Money Dog Eric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——比特币 ETF。从2024年1月，美国 SEC 批准现货比特币 ETF 以来，这个市场就彻底火了。很多朋友都问我们，这些 ETF 到底怎么选 ？IBIT、FBTC、GBTC 这一大堆代码看得人眼花缭乱。今天我们就用几个维度帮大家把比特币 ETF 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。无论你是想配置一点比特币暴露，还是在纠结要不要把 GBTC 换掉，这期内容都能给你明确的答案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，什么是比特币 ETF？ 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用证券账户去买一个基金壳，然后拿到比特币的涨跌暴露。下单的体验和买股票一模一样，但背后跟踪的却是比特币的价格。比特币 ETF 分两种，现货 ETF 和期货 ETF。现货 ETF 就是基金直接持有比特币，就像把真金白银锁在保险柜里，而期货 ETF 持有的是 CME 的比特币期货合约，更像是买了一份约定未来交割比特币的合同。那为什么比特币 ETF 会这么火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是便捷性，你再也不用折腾钱包、私钥、助记词这些麻烦事儿，直接用传统券商账户就能买。第二是合规性，ETF 有标准化的披露要求，风险控制也相对透明。第三是机构友好，很多机构投资者和退休账户按规定是不能直接买比特币的，但是他们可以买 ETF。所以当2024年比特币 ETF 一获批，基金就疯狂涌入，头部几个产品的管理规模现在都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美元的级别。2024年1月，美国 SEC 一口气批准了11个现货比特币 ETF，但实际上，市场很快就出现了分化。主要玩家包括贝莱德的 IBIT， 规模超过800亿美元，是流动性的绝对王者；富达的 FBTC 规模在240亿美元，而且零费率推广非常积极。ARK 推出的 ARKB 有50亿规模，带着科技投资风格。Bitwise 的 BITB 47亿规模，费率是最低的，还有灰度的 GBTC 20亿规模，但费率高的离谱。这个市场基本上形成了 IBIT 和 FBTC 两强争霸的格局。具体来看 ，ETF 大致可以分成3类。第一类是主流选择，比如 IBIT， 它是贝莱德的产品，机构信赖度非常高；还有 FBTC， 富达出品，最大的优势是零费率，特别适合散户长期持有。第二类是专业选择，比如 BITB， 主打加密原生玩家，费率做到最低；还有 ARKB， 由 ARK 推出。带有明显的科技和成长投资色彩，更吸引看重新兴趋势的投资者。第三类就是历史产品，比如 GBTC， 它原本是个信托，后来转成 ETF， 虽然是老牌，但费率太高，需要投资者特别去评估它的价值。整体来说，市场上既有机构最爱的主流产品，也有低费率和科技风格的选择，还有历史悠久的产品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费率。费率这件事看起来只是小数点后面几位的差别，但长期影响巨大。举个例子 ，BITB 的费率是 0.2%， 是所有产品里最低的。IBIT 和 FBTC 的费率都是 0.25%， 而 GBTC 的费率是 1.5%， 比主流产品贵了6倍。假设你投资10万美元，选 BITB， 每年费用是200美元；选 IBIT 或 FBTC， 每年250美元；选 GBTC 则要1500美元。10年下来 ，GBTC 比 BITB 要多收13000美元，这还没有算复利影响。这里提醒一下，现在很多 ETF 都有推广期的零费率，比如 FBTC 就在搞，但要注意推广期结束时间，不要被临时优惠迷了眼。那为什么 GBTC 的费率会这么高呢？主要是历史原因，它是从封闭式信托转过来的老产品，有历史包袱，在比特币投资渠道稀缺的年代，GBTC 能收高费率，因为别无选择。可现在竞争激烈了，但它的费率还没有降下来。对投资者来说，除非你有特殊原因，比如税务考虑，否则选择 GBTC 基本上就是在给 Grayscale 白送钱。为什么大家都爱用 IBIT 和 FBTC？ 关键就在流动性。IBIT 的规模已经接近880亿美元，日均交易额几十亿美元，买卖差价只有 0.01%， 基本可以忽略。FBTC 也很强，规模240亿，日均6亿多美金，差价在 0.02%。相比之下，小型 ETF 就差很多了。
ARKB、BITB 交易量只有几千万，差价能到 0.03% 到 0.08%。HODL 更夸张 0.15%， 这意味着大额资金或者频繁交易时， IBIT 和 FBTC 的稳定性和安全感完全碾压其他产品。所以机构和大资金宁可多付一点费率，也要选择流动性好的 IBIT 和 FBTC。 那对个人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你的投资金额在10万美元以下，流动性的差异对你影响并不大。但如果是大额投资，或者你打算频繁交易，那选择 IBIT 或者 FBTC 就非常有必要了。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币到底由谁保管？买 ETF 的时候，其实是把钱交给基金公司，让他们去买币并保管。主要的托管方案包括 Coinbase Custody， 它服务于 IBIT 和 ARKB 等，背后是上市公司 Fidelity Digital Assets， 这是富达自己的托管，专门服务 FBTC。还有 BitGo Trust， 它为 BITB 提供服务。这些托管商的安全措施大同小异，基本都是冷储存加多重签名，再加上保险覆盖。不过保险范围还是有差别，要注意的风险点在于托管的集中度，因为好几个 ETF 都用 Coinbase 来托管，万一 Coinbase 出问题，可能会影响多个产品。但说实话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些头部托管商的安全性已经远超个人自己持币。除非你真的非常懂技术，否则 ETF 的托管安全性反而更高。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现金申赎和实物申赎，这可能稍微有点技术性。现金申赎就是投资者给现金，基金再去市场买比特币；实物申赎则是授权参与商直接用比特币换取 ETF 份额。理论上，实物申赎效率更高，跟踪误差更小，但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个差别并不重要。申赎机制也不是决定选择哪个 ETF 的关键。除了管理费，其实还有其他成本，比如跟踪误差，就是 ETF 净值和比特币价格的偏离，还有买卖差价，这是交易时的隐形成本，以及溢价和折价，也就是市值和净值的差异。综合来看， UG ETF 的年化总成本大约在 0.25% 到 0.35% 之间，而 GBTC 的总成本超过了 1.7%。所以不同策略下，成本考量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长期持有1年以上，那主要看管理费率；如果你是1年以内的频繁交易者，那就更要关注流动性和差价。那怎么选更顺手呢？可以分为2类场景。第一类是长期配置型，比如机构投资者和退休账户，核心要求是费率低、品牌可靠，推荐 BITB 或者处在推广期的 FBTC。第二类是灵活交易型，比如个人活跃交易者或量化机构，核心需求是流动性好、差价小，那推荐 IBIT 或者 FBTC。总结成一个决策树就是：投资期限长就看费率，投资期限短就看流动性。交易频率低选 BITB 或者是 FBTC， 交易频率高选 IBIT。资金规模大的一定要选 IBIT， 当然前提是你的券商支持正常交易。很多人还纠结一个问题 ，GBTC 需不需要买？其实我们的结论很明确，在90%以上的情况下都不推荐 GBTC。它的费率比主流产品高了6倍，跟踪精度也不如新产品，而且结构复杂，税务处理麻烦。那什么时候可以考虑 GBTC 呢？如果你已经持有，但转换会有较大的税务成本，或者是你的券商只支持 GBTC， 亦或者是你只打算短期交易，那费率的影响就不大。在这些特殊情况下， GBTC 还能有点合理性。对持有者来说，建议你评估一下转换成本，如果没有特殊的税务考虑，多数情况下都值得转到低费率的产品，最好是分批转换，降低时机风险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，新投资者首选 IBIT， 因为它流动性好，也可以选择费率比较低的 BITB， 或者在推广期的 FBTC。 现有的 GBTC 持有者则需要认真评估税务成本，多数情况下建议逐步转换。对于机构投资者， IBIT 是最主流的选择，品牌和流动性都兼顾。在避雷方面的话，要避开规模过小的 ETF， 也要避开高费率的产品，同时要注意推广期结束的时间。重要的是，记住比特币 ETF 只是一个工具，真正的重点是长期持有比特币这个资产，享受它的增长潜力，而不是炒作 ETF 本身。选择一个费率合理、流动性好的 ETF， 然后安心长期持有就是最好的策略。好了，
比特币 ETF 的完全分析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投资有风险，本视频内容仅供学习交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这里是 Money Doc Eric，我们下期再见。